各位大家早。底下由我来跟各位报告，由我们的团队正在执行的这个科技部的领袖学者助攻方案，也就是萨克尔顿计划。那我们的我本人是许金玉，是台大地理系的特聘教授。那我们的这个执行的这个计划的名称，就是主要是要协助台湾的这个年轻的这个学者能够参与到整个国际的这个人文地理学的这个网络里面。那特别是我们会着重在有关于经济、都市文化以及环境这几个面向的这个人文地理学的这个发展。那将台湾的经验可以跟世界的这个知识社群能够一些共享。好，那基本上底下这是我们底下的报告的就是说我们一个是。一个是会介绍这个计划的一个我很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计划的内容，以及在几个面向上我们目前的这个阶段的成果，还有包括我们后续的工作以及目前遇到的一些问题。好，那么事实上人文地理学这个学科，事实上在台湾也好，在整个国际的这个人文社会的这个学科的这个发展来讲，那么相对的都在过去的这个大概从1990年代开始，有一些相当戏剧性、相当重要的变化。那么也就是过去人们对于整个人文地理的这个发展，其实相对是比较没有那么关注，特别是你只要比如说跟历史学比起来，地理学的这个，如果我们说人类的行为是时空这两个轴向所构成，那么我们大概对于时间的变迁其实是比较敏感，但是对于空间的变迁其实不太敏感。但是在过去这10年，大概这10-20年，就是大概90年代开始，整个社会科学有很重要的一个称为空间转向，就开始意识到整个这个空间的这个面向所带来的一些对于我们的一些社会理论，对于我们相关的这些人文的思想的一些改变。那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地理学事实上在整个国际的这个知识社群也越来越活跃。那么所以是在这样一个缘由下，我们觉得事实上台湾的人文地理有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面向，但是在整个国际的知识社群相对的是声音是比较弱，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计划能够协助我们年轻一代的这个学者能够参与到这些相关的这些交流跟辩论之中。好，那基本上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目前国内的整个人文地理学，特别是年轻的这个人文地理学者，往往比较缺乏资源，然后经常是所谓单打独斗，那彼此之间比较缺少一些横向或者是纵向的一些整合。那同时在整个国际的这个知识社群上，包括国际的期刊，包括重要的国际组织等等，我们这方面的学术网络的资源，其实年轻学者的可及性是比较低的。那所以基本上当时我们在构想这个计划的时候，就是希望透过几个面向来协助我们年轻的这个学者能够参与到几个，一个这当然就是国际的出版，特别是在所谓这个first tier 这个最好的或者是这个 top 的这些期刊的国际期刊能够有一些出版的经验。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我们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想法之下，我们邀集了这个国际的重要的人文地理学的期刊的这个主编，构成了来组成了我们这个团队的所谓的顾问群。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来台湾，来跟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学者能够有一个面对面的一个交流。那第三个就是说，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台湾举办一些重要的人文地理学的国际性的或区域性的会议。那第四个就是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个计划，能够跟1-2个重点的跟我们的研究相关的，而且在国际上有它的那个相当具有知名度的几个研究中心，能够有一个合作，然后能够发展
能够用萨克尔顿的计划作为一个前导性的一个计划，然后慢慢的把国际的这个大型的国际合作计划给生产出来。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研究团队的架构，基本上我们包括我个人是主持人，然后包括我们有整个相关的这个团队有大概11个来自于各个地方的的这个学者，我等一下底下会跟各位介绍以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我们也邀请了这个在人文地理学的重要的，大概是前15%的这些期刊的主编来构成我们的所谓的顾问群。好，那这个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当时的构想就是，我们辅导的对象大概分成3块，那一块是跟对不起，跟这个环境的这个变迁有关。那这里面包括来自于台北大学、来自于中原大学以及彰化师大，那这里面都基本上都是一些很年轻的或者刚入行的这个学者。那么同时我们也包括在这个都市城市的这个发展，包括谈移民，谈整个新的这些创意的产业在城市里面的发展。那对不起，那这里面包括也包括了我们台大的同事，还有包括台北大学，还包括了其实我们第4位这个柯思婷教授，他事实上是来自于我一下忘了一个东欧来自立陶宛的，是来自立陶宛的那么现在在台湾任教的，在我们的这个铭传大学都市计划这个防灾学系任教。那么第3个团队基本上是主要是跟经济跟我们的所谓经济地理的这个发展，特别是着重于台湾跟矽谷这2个这个技术跟人才交流的这个相关的研究。那这包括了各位可以看到，包括这个其中这个申清敏教授事实上是韩国籍的，那韩国裔的美籍的这个学者，那现在在台湾任教。那也就是我们这个团队大概包含的来自于各个，包括公私立大学，包括来自于不同区域，然后也甚至包括这个国内外的这个学者来共同组成的这个团队。那这个团队事实上我们大概每个月一个月到1个半月，我们大概都会有一些面对面的一些讨论，大概就是目的就是想要形成一个整个就是要达成我们前面谈到几个，包括出版，包括就是说形成一个合作的一个计划等等。那到目前为止，事实上这个团队已经有10篇在国际的人文地理学里面，包括这个所谓杰出期刊跟所谓优良期刊。那这个是我是用这个台大的这个标准来看，也就是如果在那个领域，像人文地理学大概有86个期刊，那么里面大概前15%我们把它认为是杰出期刊，那前40%的我们称为有所谓优良期刊。那大概这里边有几个期刊，这个甚至是等于是国内的学者第一次那个刊登在这些重要的期刊。好，那包括 Annals of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Geographers， 这个是一个非常等于是地理学里面的这个领航的期刊，包括 Dialogues in Human Geography， 这个是排名第1的期刊等等。那这个都是事实上在这个计划的支持之下，我们包括这个要投稿之前，我们也会有一些交换意见，能够形成一些 feedback， 然后能够让这些出版能够更加的顺利。那这个是我觉得是我们目前那个初步达到的第一个成果。那么另外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有一个 special issue， 是能够因为透过 special issue 能够让台湾的这个研究台湾的经验，特别是在社会人文这方面，一个特定的一个领域一个领域里面的一个，比如说我们的都市的发展的一些现象，事实上是可以拿来进行国际比较。那事实上我们透过就是说 special issue 的方式，能够更聚焦，能够让台湾的经验
真正能够在国际上被重视。我们当然现在越来越多的，我提到刚刚我们越来越多的出版，但事实上都是零零散散，那相对的比较缺乏一个非常清楚的，像 special issue 这样非常 focus 在一个特定议题的一些比较上面。那这里面包括我们里面的成员，这个在8月的时候会有一本中文书，这个联经出版社，这个是国内在华文出版非常重要的一个出版社，经过审查的学术审查的一本书要出版。好，那另外我们还有一些专书专章等等。那接下来我想再报告一个，就是我们目前在整个所谓邀请这些顶尖期刊的这个主编来访。那在这个今年的疫情之前，那我们还好，已经陆陆续续有邀请了几位来。那包括这个Chris Philo， 这个是我们地理学的这个前3大期刊，这个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的这个期刊非常困难，这个是我们非常顶级的期刊。那他是这个主编，那之前的那个刚刚卸下这个主编的这个工作。那他也来跟我们的整个团队进行那个3天的这个事实上进行了非常密集的一些讨论。那他也对于台湾的整个人文地理的这个发展非常有兴趣，他也希望说能够跟我们有一个合作的这个计划来进行一些比较。好，那这是他当天给的一些资料。那另外是这个 Robert Kitchen， 这个是目前在整个国际这个人文地理学，包括都市计划，大概在做智慧城市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一个学者，他是爱尔兰的学者。那么他也在去年的11月来，那我们也跟我们对于有关于台湾的这个智慧城市的这个现象，也大家做了一些交换的一些意见。那他也非常的支持我们能够进一步把台湾的经验能够这个投到他们的这个期刊。好，那第3位是这个印度裔的学者，但是目前在伦敦 UCL 教书的那个 Ayona Datta， 那他基本上也是在做智慧城市研究，但他特别是着重在于这个所谓的非已开发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全球南方的这些国家的这个智慧城市的发展。那事实上，这个就是说，智慧城市在不同的国家的这个发展的那个脉络，以及它所造成的影响，其实差异非常的大。那他特别的那个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计划，他也就是他主动的告诉我，就是他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个重要的国际期刊，这个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Regional Research (IJUR) 这个是一个我们所谓 Q1 的期刊。那他也希望能够协助我们在这个期刊能够弄一个 special issue。那细节还有待后面跟他谈。那但是他非常的有兴趣，也非常的积极，想要跟我们进一步的这个合作。好，那所以基本上我们的第3个阶段的成果，事实上就是我们要举办国际学术会议。那事实上我们也已经争取到本来要在今年的12月。这个要来举办这个就是东亚的批判地理学会议。那这个是大概已经第10届，这个是一个非常就是说区域性，特别是有关于亚洲研究的人文地理学者，大概都会参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场合。那但是现在目前就是因为这个疫情关系，那事实上我个人是倾向于取消或延后。但是相关的这些这个朋友，这些国外的这些学者，他们一直希望说我们不要那么快就宣布，希望最好是能够到9月再宣布，因为他们其实非常想来，因为那我说改成线上会议，他们说那改成线上会议就没意义了，对，所以这个但很确定就是如果今年12月我们最后还是没办法举办，那我们明年这个会议还是会在台湾来举办。就是说，当时萨克尔顿一个很重要的要求就是我们要举办一个国际学术会议。那事实上，我们本来的预想是在第3年或第4年，那但是因为现在因为经费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在本来是今年的12月就要举行。那另外包括我们的团队的成员也事实上也承接了很多
参与到整个国际学术会议的召开，包括对都市计划，包括在等等这个。那在最后我想要再谈的就是我们有这个所谓整个这个计划，我们希望在这2年的经费的支持之下，至少能够先作为未来能够开展一个大型的国际合作计划的一个等于是前导性的一个计划。所以我们在试图想要把我们的团队跟我刚刚提到跟国际重要的几个对口的单位，这里面包括一个是有关于都市研究，是首尔大学的这个城市研究，这个是整个亚洲目前最重要的一个亚洲的城市研究中心。那我们也希望跟他们能够有一个大型的国际合作的计划。那这个每一个成员已经针对他想要能够参与到这个大型的整合计划的每一个部分，那个他的子题大概都已经我们都已经整合出来，那也还在进一步要跟这个首尔大学再进一步。本来我们的计划是这个暑假要到首尔大学，我们整个团队要到首尔大学跟他们面对面的这个的。首尔大学是他们的这个中心是一个非常大的，是它由他们的这个 Korea Foundation of Social Research 所支持的。它一年大概我的理解大概一年有1600万的台币，这个对社会人文来讲已经是非常多了。那它就是支持的运作这个中心。所以我们也希望可以跟这个中心可以有一个进一步的合作，能够去发展我们的这个国际合作计划。但另外一块是有关于经济地理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基本上我前面提到，就大概主要就是跟UC Berkeley 的这个做矽谷研究非常有名的 Anneli Saxenian 教授的这个合作计划。那 Saxenian 教授跟我个人，他是我1997年的时候的这个论文口试的委员。那当时那个很重要，就他最重要的成名著作就是有关于整个矽谷跟整个矽谷的区域发展的书，这他的好几本书，天下文化出版都帮他翻译了。那他当时跟我个人2个人，我们合写了一篇文章，就是谈矽谷跟这个新竹的这个跨国的这个连结，包括人才跟技术的这个连结。我们这个文章在1999年出版。那这个文章到现在已经有828次的 citation。那这个可能在自然科学没有特别高，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尤其国内学者，我相信这个数字是非常高的一个 citation。那也就是事实上，我们当时的这个在90年代末期，就是当时台湾的这个高科技产业、半导体产业正快速的发展，那跟矽谷的这个，但是经过了20年、25年，那么这个中间包括中国的崛起，包括今天各位可能也发现最近这个半导体的这个问题，跟华为等等。那事实上，我们希望能够借着这个计划，能够带领我们几位比较年轻的学者，一起再跟这个 Saxenian 教授，我们在合作。我们的计划名称就是 Revisiting， 就重访这个台湾，到底台湾现在跟矽谷之间的这个连接还有些什么？那过去这25年起了什么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崛起之后，到底对这样的一个我们这个 connection 还可以做些什么？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 Saxenian 教授他对矽谷的了解，以及他基本上在 UC Berkeley 他长期是在做这样的一个研究，所以我想跟他的这个合作计划也可以去延伸出，就是说最后可以有科技部跟他可以跟这个 NSF 来申请这个合作的这个计划。那一样的，我们本来是预计在今年的4月春假时间要到这个，当时是这个美国地理学会的开会时间，我们本来是一群人是准备到开完会之后在 Berkeley 留下来跟 Saxenian 教授来仔细谈这个细部的东西。那但是也因为这个疫情，目前就暂时还是由我们自己先作业，然后把这个跟这个 Saxenian 教授用 email 这个联系。但这个事情是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做。
那我们也相信这个对台湾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整个产业的这个发展，这个对于它整个所谓高科技园区的这一类的问题，应该是有一些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一些经验的帮助。好，我们团队的本身也因为这个也参与了许多的国际的合作计划，包括非常大型的计划，包括我们的这个里面的黄宗仪教授，那么参加由这个加拿大 York 大学的这个 Linda Peak， 这个是我们这个地理学女性主义地理学非常重要的一个前辈，那他组成了一个大型的有关于城市贫穷的研究，那么包括我们这个林文一教授，他跟这个英国的这个卡蒂夫大学一直有长期的这个合作计划，那么他们也希望能够对于包括最近的这个 COVID-19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问题，他们也很积极的在进行写这个计划。那我们这个整个团队也给予一些支持，就是说包括可以邀请他们的这个成员来台湾，如果这个允许的话，好，包括我们的卢佩文教授也参与了整个科技部跟英国这一方面的交流。好，那么底下我要谈的就是说我们接下来的工作。那事实上是说，当时我们在申请这个计划的时候填了5年的计划。那事实上有很多的工作，有些能够很快速的压缩在这2年做，有些或许可能如果将来有其他的经费的话，那可能才有办法。那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在未来的这个经费的支持之下，我们还可以做，包括我们我邀请这个多伦多校长 American Gertler 来，那他是国际非常知名的经济地理学者，这个等于是对我们台湾来讲，等于是这个重要的这个大学的这个校长，他当时也给我们这个支持信也因为我跟他个人有一些私交，所以他也愿意来，很愿意来，想来台湾。那但是他当时的很重要就是说，他最近这2年他的行程都已经排满。那但是我现在一直希望他这1、2年能来，但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又暂时停在那里。那另外包括哈佛大学 Neil Brenner， 这个也都是非常熟的朋友，那么他也对于我们的整个这个团队的合作的这个研究也很有兴趣，也希望可以来给我们一些咨询。那包括前面提到这个 Annalee Saxenian 教授，那包括我们前面提到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未来的这个1年多，能够把这个在国际的这个杰出期刊 IJUR 的这个 special issue 能够比较确认，然后能够看那个整个时间表都能够安排妥当，然后能够出版。那这里边包括每个成员在这个排名前40的都至少要出版1篇的论文。那另外包括当然是看疫情的发展，我们会举办前面提到的这个学术会议。然后我们会到韩国的这个首尔大学进行这个比较研究的这个计划，以及包括到 Berkeley 完成这个矽谷跟台湾连结的这个大型计划合作计划的一个准备。那么以及包括我们会在这个过程里面透过办国际会议，那我们让我们的成员这个黄教授比较资深一点的这个黄教授，他能够透过这个承办这个会议，能够跟这个组织，希望他也能够参与到那个组织里面担任理事等等。那这个是我们大概目前就是后续。那我们长期来讲，我们当然希望我们的透过这个沙克尔顿的这个计划，我们希望能够像韩国的这个亚洲都市研究中心一样，能够变成是一个比较就是说一个长期的。像这个韩国的这个亚洲研究中心，它事实上是一个长期被他们的这个资助，1年我刚刚提到，1年大概有1600万台币。那长期的大概他们已经运作了8年，也就是透过这样一个中心，因为只有比较长期的时间，才有办法慢慢真的把这些成果落实。那
当然我们包括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初步的前期的这些计划以及它未来所产出的东西，能够在这个提供给这个科技部、教育部跟文化部能够来参考等等。那目前遭遇到的问题，我想最大的就是我们有里边很大的一笔预算都是邀请或者是我们的人出访，那这些目前都没办法执行，这个部分现在就都停下来。那就是说，那有一些就是我前面提到，我们有一些是本来是5年内才能够陆陆续续，因为社会人文的东西不是那么，有时候它没办法太快的在一个短期内就看到成果。那但是我们因为现在经费关系，必须压缩在这2年内来进行。那这个成果不见得能够那么的显著。那大概这个是我们目前遭遇到的一些。那这个是我大概是我相关的这个报告。谢谢各位。